欢迎回到老 Soci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1月运势，然后你们可以发现我的 setting 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在旅行，所以今天一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暂停影片静心，然后张开眼睛，你们看哪一个位置的牌最吸引你，或者是哪一个小物最吸引你，好吗？想一下你们的1月运势会如何？那今天的解牌可能不会像之前一样，时间可能会跟之前的月运有一些不同，我还不知道是会比较长还是比较短，因为呢旅行的关系，所以能带的卡有限，那就尽量帮大家接收关于1月运势的讯息，好吗？选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解牌咯。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绿色小咖啡杯，然后它是写4号。4号代表的是一个稳定，然后保存，比较内敛的一个气场。我们来看这一张代表你们1月运势整体能量的牌是什么 ？Core 核心。同时我们还有第2张同样牌卡出来的神谕卡，叫 Thaw 融化、冰融。我这边感觉到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核心，它像是一个火山熔岩，本来外面是已经沉积很久，然后怎么说，就是烧过以后碳化的状态，但是目前又开始它的内心开始热起来，像火山即将要爆发的一个感觉。然后很有趣的是，我感觉到这个好像是这个核心，就像是你们，我们可以说是你的心，真的你的心，也可以说是你的小宇宙，内心的小宇宙，本来已经沉积很久，冰封很久，或者是已经心死很久，但是在1月的整体能量场，你会因为某一些事情、事件、人事物，或者是整体的这个1月的运势能量，触发你的内心的这个核心，让它开始火热起来、动起来、蠢蠢欲动，想要爆发，想要冲出这个已经碳化很硬的外壳。我们可以说，这可以从2方面，就是在事业上，你可能开始要冲了，开始发现，重新找到自己的行动力，自己的热情，然后你要让大家，要让世界看见你的能耐，你的能力，你不想要再躲起来，不想要再默默在幕后。你可能之前碰过很多事情让你心死，那这样的能量也可以说是感情。你之前可能不接受感情，不想要再谈感情，已经幻灭了。但是1月你可能会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是你没有特定的对象，也只是说整体上你想要谈恋爱，你有这个火热的心，有这种恋爱的心又燃烧起来。然后第2张卡这个 Thaw， 所以你的外壳就融化了，你冰封的心外壳融化。可能有一个人，有的部分的朋友是真的有对象让你融化，让你想要敞开心房。有的人就是整体没有对象的话，就只是说整体能量场下让你想要重新打开你的心房，因为太阳光，某一个人或者事，这个事可以是事业或某一件特殊的事件，就像阳光一样，让你的这个，像我刚刚讲的被冰封的心的这个，你终于卸下心防的意思，开始有温暖的感觉。之前就是很冷冷的看事情，冷冷的看世界，冷冷的对待爱情。这就是我帮你们看到1月的能量场。接下来我们用塔罗跟其他神谕卡来看
你们的事业。好，这边是你们1月的事业、学业。我觉得你们的底牌权杖4出现了，是我跟这个杯子的4号有符合到，所以基本上整体感觉你们的1月的事业、学业还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你们还是会很积极的保护好你们现有的事业跟学业，或者另外一个讯息是，你们为了想要在1月能拥有更稳定的状态，你们可能会离开一个旧的职场，而来到一个想要展开一个新的事业，或者是选择一个新的公司。你们1月可能会遇到一些竞争的情况，你们第一张是权杖5，所以解释牌是 desk 书桌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k， 你们要对你们的工作赋予注意力，就是要多注意你们的工作。那这样的感觉是说，不要因为小心跟你有竞争关系的同事或者是同行的人。然后这边旁边刚好你们抽到 Mercury retrograde，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1月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水逆，所以你们在工作上可能会因为水逆的关系而造成一些 challenge， 一些挑战，并且因为水逆的关系，你们要更加注意你们工作上的一些细节，合约不要出错，然后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小人的问题，这些小人可能就是你的竞争者。另外你们可能会跟同事有所争执，那这个争执可能并没有什么不是 personal， 只是说在决断处理事情的看法上会有一些争执。Mercury retrograde, electronic issues, communication issue, review everything. 所以你们在1月的时候呢，在沟通上要小心谨慎，还有你们可能为了工作要出去旅行或开车去拜访客户之类的，那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状况，跟电子关系的状况，交通上的状况，并且你们要在1月的时候审视所有的事情，多加审视，多加就是可能合约看个2遍之类的， email 寄出去前也是看个2遍之类的。但是你们1月呢，这种竞争的状况不会干扰你们太久，因为你们会用一个比较高的智慧，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你们工作或学业遇到的这些争端，然后你们会离开这个争端。它的解释牌是 staff 杖，里面有很多杖子。You will be taken care of in difficult time。 所以1月如果你的事业遇到一些问题挑战的话，你不用担心会被解决，你会被照顾到，就是你的指导灵或天使会帮你把事情自然而然的解决，或者是你有一些贵人在职场上，他们会照顾到你，会 have your back。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很潇洒的辞职走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你接下来新的目标跟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往高处走。然后呢，你就是把一些干扰你的怎么说，这些事件不需要你的花费时间精力去跟他们斗，你就决定走人，你想去更好的地方。那些这个更好的地方是这些跟你斗争的人不懂的，看不见的。因为你们第3张是权杖1，权杖1就是一个新开始，一个新的热情。这边有对应到你们1月整体能量是一种新的热情的展开，一个火又重新燃起来，重新燃烧起来的感觉。所以你的这个新的点子重新燃烧，会让你不用再去在乎这些小人啦，或者是一些浪费时间精力的公司的争端啦，或者是为了争取什么项目的进行啊之类的，因为你要走往你的权杖4的稳定感。所以这副牌组人有很多火象的能量，狮子
牡羊跟射手，还有一些水象的能量，但主要是火象。但是也可以说没有火象星座在你的星盘里，或者是你1月的时候会拿出这种火象的能量去处理你的事业跟学业，你会非常的有战斗力，你会然后你这个杯子圣杯8的感觉让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工作，可能会旅行到别的地方工作，会换一个行业，可能甚至是就是整个做新去的公司是完全跟以前做的事情不一样。你们就是对事业学就是有一种潇洒的感觉，然后因为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所以你就不会再去跟那些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的人好。这边 Turkey 这边要注意一下 ，Someone is behaving stupidly。你要小心，不要因为某一个事业学业上碰到的人物，他们可能态度不是很成熟，可能会很喜欢一直去惹是生非的人，喜欢跟人家争执的人，然后不要跟他们对冲，不要去跟他们争端。那这也是你可能第二个讯息，是你自己要小心，在你的事业学业上，不要因为太火、太有热情、太执着自己相信的怎么说理想抱负而去 behave stupidly。尤其现在是水逆，你们这边水逆的卡出现，所以你们千万在讲话前要三思再说出来。然后权杖4的解释牌是桥 bridge， successfully overcoming a problem， 你们会成功的解决一个问题，克服一个问题。所以你们这边有2张牌都在说你们会被照顾到，会解决问题，所以就算有 challenge 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会解决。 Make a decision, work on inner healing。这边讲说，它下面解释说你要做一个决定，并且要处理内在的疗愈你的内在。能量场感觉就是你们在决定要不要离开一个旧的环境，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自己创业。这边这2张32号 The Fiddle Leaf Fig， 以及5号 Death， 真的整体能量都在是你们1月可能会辞职，然后去一个新的职场，或开创一个自己的事业。因为这个32号的这个 The Fiddle Leaf Fig， 中文我不知道这要怎么翻，这个办公室的植物有没有？你们有2张牌都在讲办公室，所以你们可能会离开办公室。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自行创业，不想要再过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这是一个放一把火烧了这个植物的一个能量场，又是我觉得有对应到圣杯8，这种老娘不干了，我走了，我不管了，拜。这不是 not my problem anymore 的能量。然后你们第2张是5号的死神牌 Death， 死亡牌。它这个是神谕卡，它不是一般的塔罗。那这边它是5号，5号是改变转变，所以你们的1月的事业学业就是处在这种改变转变期，你要重生。这边是感觉是你从一个过去的骷髅，你可能为一个公司卖命很久，然后已经累到变骷髅，1月决定要重生，然后有一种昆达里尼觉醒的感觉。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后面是一个天使，或者说是蝴蝶的翅膀燃烧火焰。你们真的有非常的火的形象在1月，火，好，然后这边是温度热度，所以你们1月会非常有热度，燃烧，做出重大改变自己的决定，感觉是一个循环的结束，然后要展开一个新生，浴火凤凰觉醒。我们来讲一下生命灵数1 3 4 5 8 1 3 4 5 8，生命灵数1 3 4 5 8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然后1月5号1月1号，你们1月1号可能会有一种显化仪式。1月1号、3号、4号、5号、8号可能是关键。好，那我们接下来
对，我刚刚忘记讲，如果刚刚的整体能量有对应到，就可以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我们就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我现在讲有点太晚了。But anyways， 我们接下来要看你的感情。好，这边是帮大家看的爱情1月的爱情运势。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们的1月事业最后一张是权杖1的正位，结果呢，爱情是权杖1，第一张就是权杖1的逆位，就好像一个连续剧这样连下来。然后第二张是钱币皇后的逆位，第三张钱币7的逆位，底牌是权杖9的逆位。我觉得你们1月就整个是在处理钱跟事业的问题，你们没有心力去处理感情，你没有心力去做一个很好的伴侣，你没有心力去追求一个新的感情。钱币7逆位就是代表你连栽种连把种子放进去的力气都没有，或者是说你可能之前就算有一些 situationship 暧昧关系，或者是刚交往的对象，你1月完全没有心力去照顾你们的这个种子，所以就没有办法让它萌芽，因为你没有力气，你没有心力，你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对象身上，你没有办法去滋养它，你没有办法去给他足够的关怀、关心、注意力。同时因为钱的关系，你们1月是比较在事业跟赚钱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用 physical 就是比较实际的东西给予对象，你没有办法付出时间金钱，你甚至没有办法常常讲电话之类的。因为我们权杖1逆位，它的解释牌是 heart 心， love deep affection and caring， 你没有办法给予这个爱跟深刻的情感，以及你也没有办法去关怀对方。不管你们是现在有没有对象，或者是有暧昧，或者是都没有对象，如果都没有对象，就代表你们连约会的时间跟心力都没有。钱币皇后逆位 box， you will receive a gift。这边我觉得是，我听到一个讯息是，有些人可能1月生日，然后你可能会收到你的对象的一个礼物，但是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感谢他，你没有时间让他去感觉到一个回馈。那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因为它是逆位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给予对方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时间、精力跟关怀。我们第3张解释牌是 vulture， depression, anxiety, worry that someone is against you。 所以这边 vulture 是那个秃鹰，食腐肉的秃鹰，所以我觉得你们第3张钱币7的逆位也代表的是你可能之前播的种子开出了一点点的枝芽，但是1月没有时间心力照顾，它就开始腐败，然后就有秃鹰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秃鹰的出现，我听到一个讯息是说，可能会有第三者觊觎你的对象，而让你造成anxiety， 让你紧张、焦虑，甚至忧郁。但是这个忧郁的状态可能也是因为，可能不是第三者，而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照顾他的心，去给他注意力，他会对你有一些牢骚、愤怒或者是 resentment， 而他的对你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让你产生很多的困扰，你会担心对方讨厌你、恨你，或者是就会让你自我感觉不良好。那我们底牌权杖9逆位，就是说你放弃挣扎感情上，因为你把你的火都用在事业上了，所以你们感情上的火是倒着烧。然后 Mule 解释牌驴子， Someone is extremely stubborn and unwilling to change。 你们这一组我只能说就专心事业，因为你们在感情上好像也不太能听得进去别人对你说的建议，或者是他们如果希望你改变什么，你们很难改变，因为你们的重心都在你的目标上，所以你们的1月整体感情状态是处在一个很固执、不想改变的一个状态，像驴子一样，就慢慢的拖着你的事业的车。所以你的对象也是说，
就他叫你，你可能也听不到。好，我们先看这2张。The Last Hurrah， 这是一个牛仔骑着马，然后想要拯救这棵枯树。30号，某些人你会不会有关系是认识3年？如果你们有关系是认识大概已经3年的，或3个月的，你们可能还在1月会想要挽救这段关系。这张2号的 The Two of These， 这张牌在之前某一个读牌有出现过。32，所以你们这一组抽到了很多3跟2的数字，所以生命灵数3、生命灵数2非常的关键，然后还有生命灵数5非常的关键。另外，可能2号生、3号生的人，或者是2月或3月生的人，会抽到这一组。认识，如果你有对象哈。那你们可能差3岁或2岁左右，然后或5岁左右，就是2、3、5岁，然后或者是你们认识大概3个月、2个月，或3年或2年。我觉得你们因为没有心力去照顾你的对象，所以其实这个可以运用在有对象跟没对象身上。你们还是会去做一个最后的最后的挣扎。想要去挽救一段关系，然后把自己最后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因为这一张它是这个骷髅，有点像暴露狂，然后再晃它最有价值的就是这2个榛果，吸引这些松鼠。所以有对象的你就是会用你最后的一些招数去挽救这段关系。那没有对象的，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想要约会啊，你可能还是会用 dating app 然后去做最后的努力，然后可能会显示说看你的优质条件在哪，用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优质条件去吸引别的对象来跟你约会之类的，来注意到你。但是基本上你没有心力去照顾一段关系。然后这2张卡 Intuition， The red flags you ignore now will come back to bite later。 如果你的不管你的1月的情感状态，就是你要去倾听你的直觉。如果你觉得有哪里不对的话，你不要去忽略它，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并且马上做处理。Pregnancy 这边这一张出来，我刚刚有点惊讶。怀孕 ，Someone is expecting。Maybe 有些朋友真的1月会怀孕，所以你们可能要小心一点。你们可能因为太忙太累，忘记避孕。那我希望没有朋友是说你们都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心力照顾一段关系，然后还想要怀孕，这样就是你们自己要注意一下。然后有些人要小心，不要因为对方为了牵住你、保留你而刻意让你怀孕，或者是就是如果你是男生，他是女生，就是他可能会刻意怀孕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们这个就变成一个 red flag， 你们要小心一点。那另外最后一个讯息是 pregnancy， 有可能是说你们其实是在期待准备有一个新事业的产生，这个不一定是小孩，那就是这是你们在感情关系一个让你自己开心，但是会对你的感情关系造成影响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最后来抽天使有什么建议。好，天使给了你们1月3个建议哈，但是就是我们来自己选天使解答，所以你们内心可以想一个问题，然后呢，前面这3张看你想要选哪一张，那就是你的解答。你们可以暂停影片，慢慢选。我现在要从这一张左边开始解答。第一张解答是，Not the right time， 现在不是时候，所以不知道你问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呢，执行可能1月还不是时候，好吗？我们第2章的解答是 It's up to you， 由你来决定，你可以做决定做选择，所以这跟这一章就是有点能量不太一样，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做要怎么做。第3个解答
Ask your angels. Yeah, this is 每次 angel 给这张卡，我就觉得我们是正在问你啊。但是如果这张卡特别出现，我觉得是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所以如果你抽到这张卡的人，我觉得你是需要你的 angel, 你的 guardian angel, 你的守护天使去给你一个很确切指示给你的答案，好吗？不是一个大众占卜可以回答的。那这也是代表说你可能可以去求神问卜啦，你可以自行祈祷，你可以自己静坐冥想的时候问你的指导灵跟天使，你就会听到一些答案，好吗？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那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把这支影片传播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然后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祝大家有美好的2024的新的一年的开始。希望大家有跨年愉快，因为我觉得这支影片应该会在一月发表呀。好，那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老 Socia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的其他塔罗运势，好吗？欢迎大家在上面跟我互动哟。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也欢迎 email 给我。那我们新的一年见咯，拜！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香膏，我把它放这边。好，我们会先从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1月的整体能量。那因为我目前回乡探亲中，所以呢今天读牌的 setting 不一样，然后请大家见谅哟。首先第1张是 Wreath 花圈，第2张是 Sun 太阳。首先从这2张神谕卡来看，你们2张都有这种花圈的形象以及丰盛的能量场。太阳就不用说了，太阳就是一个很棒、很正向、很有创意、充满欢乐的一个能量场，非常的温暖。所以你们的1月就算天气很冷，在你们的1月的运势里面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感到温暖。这种温暖感觉是从家人、朋友、你在乎的人、你爱的人包围着你，给你的一种被爱的感觉，让你接受爱、给予爱的一个感觉。还有花，对第2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你们可能真的很喜欢花，你们可能常常买花放在家里，或者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宇宙建议你1月的时候可以买一些花放在家里，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一些鲜花。因为很有趣的是，我们这个花圈的牌后面它的景象其实是有一点点如同冬天那种萧瑟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世界会有这种美丽的开花绽放的一种能量，然后盖过这种1月的冬天的冷冽的气氛。或你们呢本人呢就个性就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们是团体里那种给别人光跟热的感觉。首先这个太阳就有狮子座的能量场，所以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有狮子座在你的星盘里，然后生命灵数5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张牌。另外你们可能1月会参加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是一种庆典活动、庆祝活动，会让你们看到很多的花圈，可能某一些餐厅、某一些 boutique 商店的开幕式，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你自己变成一个生意拥有者，你开了一个店之类的，然后你会需要买很多的花圈，一些花束来放，或你会收到很多的花来庆贺你。我不知道有没有结婚的能量，等一下我们会从塔罗来看细节。另外我有听到5月花这个字，然后所以有些人你们可能是金牛座或者是双子座，然后另外有些人可能会去旅行，可能会去山上旅行。那因为你们的心情很绽放，旅行很开心，所以就算你们是去爬山，或者是去某一些国家登山之类的，你们都会碰到好天气，或者是你们的好心情会让你们很尽情享受在那个大自然里，就算它是冬天的景象，但你都觉得很美好的感觉。
那如果这边有对应到，欢迎大家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哟。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你们的事业学业运。好，这边是帮大家抽到的关于你们1月的事业学业。是一个整体来说非常非常棒的能量场。然后第2号牌组的人，你们是已经在事业或你的学业上努力耕耘一段时间，然后1月应该是开始等待收获的一个时期，并且因为你们第1张就抽到钱币7的正位，然后它的解释牌是权杖3的正位，所以代表了你的事业已经可以到达一种稳定并且继续持续向下发展扩展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新开始新事业的能量。但是很棒的是你的底牌是钱币侍者的正位，然后解释牌又是侍者，是对不起，你们的底牌是圣杯侍者正位，然后解释牌是钱币侍者的正位。所以第一个讯息是说，就算你们已经事业耕耘了一段期间，也算是开始有所收获，但是你们还是可以保有一种为什么做这个行业的初心，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科系的初心，你们还是可以随时拿出你的内在孩童，因为我相信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你们非常喜欢的，然后可以让你们感到开心的，所以你愿意去努力，愿意花时间。这边这一组牌跟这边第2张的圣杯国王跟解释牌钱币8都一再的表达了你们有2个圣杯，你多么喜欢你目前做的事情，不管就是关于事业或你的学业，而且你愿意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加强你的知识，去重复一些 routine， 然后比如说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要去开门，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开店的话，要去开门，然后开门之后要整理哪一些东西，然后怎么样，每天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一般来说会觉得不耐烦，但是因为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所以你不会觉得不耐烦，你愿意每天去努力精进，努力工作，每天打电话，就像这个牌面上的感觉，每天打电话去找客户，跟人家寒暄，跟人家做交际之类的，因为你充满了圣杯国王的这个情绪，这个能量状态，你是一个领导，所以2号牌组人，你们基本上是公司的主管，学校可能社团的领导，或者是你自己是店老板、店主，自由业者，就是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因为圣杯国王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并且充满了一种直觉性，所以你不但可以真的着手下去努力工作，你还可以运用你对这个工作的热情去支持你，并且还有很棒的领导力。这个领导力是，如果你有员工的话，你的员工会很放心的跟你说他们的想法。就算你不表达你的情绪，但是其实你的内在的情感是很丰富的，所以你会在情绪上支持到被你领导的人，被你带领的人，是个很可靠的一个对象。所以你的情绪跟你的实质的动作是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你不是只有情感而已，你还会说到做到，然后你会拿出你的内在小孩去做你这个事业或者是学业，并且就算你也不会在乎去投资在你的这项事业上。钱币侍者是一个非常敢投资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知道你投资出去之后一定是可以有所收获，而且就算没有收获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愿意去投资，因为你投资了，你的情感跟金钱你都会感到满足。我等一下再讲第2个这边的讯息。好，第3个，你们第3张是钱币5的逆位，解释牌是塔牌的正位。这边感觉好像2张很恐怖的牌结合在一起，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场，因为你们可能已经摆脱了之前，你们在去年年底可能还是属于一种很努力耕耘，然后钱比较就是一直出去，没有什么回收的一个感觉，但是你们到今年一开始的1月已经转变到了一个收获的能量场，所以你会摆脱这种之前钱币5的这种感觉，这种甚至对我听到贫穷，但是就是说因为你一直投资，你之前都在投资，所以就算你没有觉得自己是贫穷，只是说
你可能有的时候偶尔会感觉到一种匮乏感，因为你觉得收获好像没有很多，你之前可能会怀疑自己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到底会不会可以带给你实质的收获。那一月的能量场就是你现在知道你绝对是会有实质的收获，会摆脱这种寒冷，然后有的人甚至是饥寒交迫对，你们之前可能吃得很省啊，就有减少去餐厅吃饭啊，或者是就是在金钱上你们会比较谨慎，会省钱去花在刀口上。但一月你可以开始比较放松。那解释牌塔牌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一副塔牌，我觉得你是自己主动努力去烧掉一些桥，就是说你为了精进你的事业或学业，你愿意去不断的打掉重练。这个打掉重练不是因为从前面的牌来看，你们不是不做原本的行业换到一个新的行业，不是，你们已经换到新的行业，但是就是在已经是做了一段时间等待收获的状态，但是这之间这个中间你为了要 expansion， 你为了要一直不断的让你的事业进步，所以你有很多的细节会打掉重练，你不在乎花这个时间打掉重练。如果这个过程不好，不够完美，或者是不够有效率，你就会重新再来一遍。或者是如果你的员工进来，你发现说他其实不太适合这个职务或这个公司的话，你不会去犹豫，可能就先请他离开，然后重新再雇一个人。就是这个塔牌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你们这个塔牌也代表是你们之前其实有遇过很多塔牌的状态，就是让你们震惊，让你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的一些失落的事件发生，而这样的经验让你现在1月开始非常懂得应对处理任何的突发事件，或避免任何的突发事件。就算有这种打掉重练的能量，也是你想要去做的。所以你是在一个很能掌控自我经济、自我事业的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所以你会摆脱掉这种钱币五的能量场，就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像圣杯国王，但是内心是圣杯侍者，就是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欢乐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边有太阳牌，有没有？你们做这件事情是很欢乐，但是当你面对员工或你的客户的时候，你绝对又是拿出那种领导者非常安然自若，或者是非常稳重，然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任何事情的一种角色，就是很强。好，然后你们有抽到一个死神牌，死神牌我觉得有一点对应到这个塔牌的感觉，所以5号生命灵数5月生的人是关键。然后你们可能之前有做一件事情做了5年，然后你们结束了之前的那一件事，就是你们之前有一个事件持续了5年，那你们到今年的1月开始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你们今年2024年绝对是把之前过去的你自己打掉重练，你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自己，成为一个浴火凤凰重生的自己。然后你的过去虽然已经是一个白色的骷髅，但是它有扎根在土地里面，并且打开了你的第3眼跟宇宙连接。所以你的过去的你并不是说你重生过去的你就没有用处，其实你过去的你就是一个建造出现在的你的一个支柱，一个你没有过去的你就没有现在你的意思。这边有一个 The Mother 17号，这边有星星牌的能量场，是星星牌吗？应该是吧。然后所以生命灵数1、7跟8可能也会选择到这一组，因为这边也有7还有8生命灵数1、3、5、6、7、8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The Mother 这张牌的能量让我感觉你们1月就是事业会很忙，而且你们会蜡烛两头烧，就是家里也要顾，工作要顾，然后回家也要顾。那可能会有常常会有熬夜的情况，需要熬夜的情况，所以你会一直需要喝咖啡提神啊，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提神。然后常常会在夜间工作，然后
妈妈的下面是有一种圣母的感觉，她的下面有一排未洗等待她处理的衣物，所以你们可能1月就是处于在这种可能真的有人都没有时间洗衣服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她的手上有一只蛇，这只蛇可以有2个讯息，一个是智慧，就是你的1月的能量，你的熬夜不是那种被逼着熬夜觉得自己好辛苦，不是，是那种你自己想要熬夜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因为你有热情，你想要有所成就，所以你很乐意这样子忙碌。那第2个是这个是欲望，蛇也可以代表欲望跟诱惑。所以可能1月你们在忙的事情，你们要想清楚，是不是所有你在忙的事情都是值得你忙，还是有一些是因为你自己的欲望引领你去花时间在那个事情的身上。这样讲好像有一点虚幻，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这样讲出来，希望大家可能大概可以对应到有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很引诱你，很想让你想要去做，想要花时间。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你想要买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想要投资某个标的，但其实你的内在潜意识知道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值得你去花这个时间，这就是这个蛇的引诱。你们看一下有没有这种事情在1月的时候。第3个讯息，这2张一起出现的话，然后又有这一张的 mother， 所以1月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是新手妈妈，你们可能刚生了一个宝宝，然后你们又要对你的事业很有热情。一个是说你有一个事业很有热情，然后家里还要照顾宝宝，所以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忙不过来的感觉，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处理得很好。这边有一种女强人男强人的能量场。那第2个就是说，这个宝宝是你的这个新生的宝宝，就是你的新的事业。你们可能有一些人，这是不是跟你的事业有关，而是说你就是很想要有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1月的时候，你们可能12月生出来，1月生出来，然后你就是会把你的热情投注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因为这边太阳也有孩童，这边有非常多孩童的能量。好，然后这2张因为第一组也抽到这一张牌，那很正常，因为现在就是水星逆行 Mercury retrograde， 所以1月2号牌组跟1号牌组一样，要非常注意你们自己的电子产品，然后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要再三确认，然后出去旅行交通要也是就是有心理准备，会有 delay， 会有不顺，然后任何的讯息发出去都要先再三检查再发出去。我刚刚忘了讲，你们的事业可能是跟海外有关，有一些人你们的事业是网络事业，或者是你们的客户是国外的客户，然后常常需要跟客户在电话上或者是视讯上有所沟通。这张 Narcissist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自恋者 Someone is too full of themselves。第一个讯息我听到是说2号牌组你们可能1月因为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做事越来越顺，所以这张牌可能有点是警示的意味，就小心说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要处在一个 humble 一个谦虚的状态，尤其现在又是水逆，如果你水逆尤其是水逆的时候，然后又太自满的话，就会很容易出错，或者是很容易遭到外人的眼光或不好的注意。所以就是小心自己不要成为这个 narcissist， 要常常在检视。水逆是最需要检视自己，最适合检视自己的时刻。那第二个讯息是说，你们的事业可能会碰到一个对象，可能是客户，可能是员工，你要接触的一个对象，他可能是这个 narcissist。Someone is too full of themselves， 那你就是跟他应对的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要怎么样跟有自恋倾向的人去相处。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avoid 去避免跟他交流，一定要跟他交流的话，那你们就是稍微去看一下怎么去，不要去把自己气死这样。好也不要跟这种人去有所争端。好， Ball You are highly thought of， 这边通常是情感牌会出现的
的 Tea Leaf 卡，但是你们在事业出现，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已经有所口碑，不管你做的事是什么，已经很有口碑，所以很多的客人都会想着你，然后想要来跟你合作，想要来雇佣你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感觉到的能量场，是你们的事业很发达，就是越来越口耳相传，或越来越多人知道你的产品或你的名声很好，然后想着要来联系你的感觉。Clouds 云 temporary problem， 所以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问题在你的事业学业上，那就是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它只是暂时性的，尤其现在又是水逆，只要是因为你们有水象充满情感，又有土象非常脚踏实地工作的能量场，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去克服所有遇到的事件。Ear 耳朵 good news， 你会听到好消息，所以这又是一个很棒的卡牌。Archway 拱门 new opportunities possibilities and paths opening up， 所以这两张一起出现感觉就超棒，就是你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或者是你会听到有些人要来跟你合作的消息，然后这些消息都会让你敞开你的各种的机会之门。这边这两张就会引领你走向这个 Three of Wands 权杖3向外扩展的能量，所以你们1月是一个充满机会可能性，很多条路会为你敞开，你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对了，而且你应该是很会做选择，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的人。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感情，就是你们的爱情，然后现在阳光出来了，所以那个如果看不太清楚，我会拿起来给大家看哈。但是现场有阳光，就还蛮温暖的感觉，非常映照了第2号牌组你们的能量场，充满阳光跟温暖的能量场。好，首先我觉得2号牌组感觉是人生比较有经历的人。你们第一张是抽到宝剑3的逆位，所以你们之前是经历了一些在感情上其实是有一种受到很多挫折，然后很多伤心的往事，但是你们1月会开始走出这种阴霾，伤心的阴霾。你们可能在12月11月的时候有跟某一些对象争吵，因为你们底牌是宝剑5，很抱歉，因为邻居在外面讲话很大声。你们宝剑5的逆位，所以你们之前有一种争吵的能量状态，到1月的时候会结束。为什么结束呢？第一个是说你不想再吵了，你想要保持一个风度，就是吵下去好像也没有什么结论，因为你的解释牌是圣杯骑士，那你们刚刚事业是圣杯国王，对不对？所以你们可能在感情上会拿出这种理解对方，有风度，有一种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这种气质的感觉，然后就是退一步。第二个讯息是说你们可能1月会有旅行的机会，你们可能会到水边离水很近的城市或国家，或者是热带国家去旅行，而因为这个旅行的能量很重，不是严重，是很重，所以你可能没有时间再跟某个对象吵下去之类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刚离婚，如果这边有之前有结婚的朋友选择到2号牌组的话，你们可能刚离婚，所以你们正走出这个离婚后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们的解释牌是权杖1，等于是说你们1月如果之前有分手离婚的事件的话，你们1月会走出这个阴霾，然后可能因为有新对象出现，然后让你重新燃起了这种热情的火焰。那或者是这个权杖1代表的是你的事业，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你的事业，你会非常忙碌于你的事业，所以你等于是事业带给你的这种情感的满足，让你忘却了之前这种感情没有成功的一种负面情绪。那也有可能是我这边有大概读到一个能量，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是因为孩子，刚刚有说有些人可能会刚生宝宝嘛，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刚生宝宝选择了生宝宝的关系而跟另外一半分开或离婚，而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这种另一半可能不支持自己，或者是因为宝宝的关系而离开
会让自己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因为你们第二张是宝剑10的正位，解释牌是 The Empress 皇后牌，这边就有几个讯息我听到。第一个就是少数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宝宝的关系而跟另外一半分开，而这个另一半让你真的觉得受到了，你觉得他背叛了你，背弃了你，然后你的这个左手插满了十字剑，让你有一种失去了一个帮助，失去了支持。我们是有2只手，你有1只手都不能动，那你只剩另外1只手，就是有一种无能为力，然后没有办法处理事情的感觉，动弹不得。那第二个讯息是说，选择2号牌组，你们是这个皇后，你们是充满美感，懂得美感，很会穿搭，很会吸引人注意力，而且非常懂得爱别人，关怀别人，也懂得照顾别人，还会懂得照顾自己的一个角色。你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阴性能量的角色，但是你们在爱情上，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很敢于去追求，很敢于展现自己，而因为你的这种敢于去追求对方的这种个性，反而让对方可能离开了你，不接受你，或跟你分开，或者是你可能太吸引人。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因为太吸引人，然后你喜欢的对象没有安全感，然后离你而去的话，也会让你有这种宝剑10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因为你的这种很美好的个性，反而让对方离开你，然后让你有一种你是否应该再继续这样子主动，这样热情，或者是这样子展现自己的美，所以这种剑插在手上，怀疑自己，动弹不得的感觉。那有些人你们可能1月会有手部的疼痛的问题，就大家自己再注意一下，手部不要受伤或扭到或太运用过度。如果你是左撇子，当然这不一定是左撇子才会受伤，就是因为这边是显示左手，但是反正就是任何跟手部有关的健康的问题，请大家自己小心一下。你们最后一张是，因为这边底牌刚刚讲过，最后一张是权杖8的正位，所以又再度出现了旅行的能量。所以你们有可能1月真的会旅行，大部分的朋友，然后你们可能会在旅行的时候认识一个人，重新燃起你的热情。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离婚了，因为刚分手了，然后决定去旅行，然后在旅行认识一个人也有可能。然后或者是说，对，因为它解释牌是钱币皇后的逆位，等于是皇后，然后钱币皇后逆位，反正你就是有一个皇后气质，阴性能量很强，然后你决定不想要再，因为你的这种完美却没有让你得到你应有的爱情，却没有让你得到一个懂得 value 珍惜你的这个对象，然后所以1月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化，就是觉得啊，我不想要，我1月要休息一下，我不想要再这么付出，我不想要再当这个皇后。所以钱币皇后逆位就是有一种你可能会不想再这么稳定，因为你工作已经很努力了，你爱情就不想要再付出这么多，因为付出好像没有收获，还会被背叛，所以你就是想要转变成这钱币皇后的逆位，你就是想要花钱去旅行，然后不管任何人，然后就离开。如果你之前有喜欢的人，或你之前有一个交往的对象的话，你就是不管他了，你就是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意思。就是有一种行动力很强，1月的行动力很快速很强，你的旅行可能也是速决定，就可能今天决定2天后就出发之类的。这边有一张 divorce， 所以我刚才会说有些人你们可能刚分手刚离婚，或者是1月的时候会决定分手或离婚。第2张是 water sign， 所以你们有可能是水象的星座，或者是你的分手的对象有水象星座在他星盘，或者是你在旅行或1月不管有没有旅行认识了的一些新对象，他们是让你特别有热情火焰的新对象，是水象星座，对不起，水象能量很强，在他的星盘里。我觉得你们的水象应该2号牌的朋友水象是应该蛮强的。你们在处理事业跟感情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以水象的能量，那种浪漫温柔的能量为主。
然后你们同时又有土象能量很强。水象这边是巨蟹、天蝎、双鱼，土象就是处女、摩羯跟金牛。那你们又很扎实、很脚踏实地的去处理事情，你们是一个很可靠的人。那之前让你们伤心的对象，也有可能另外一个讯息是说，之前让你伤心的对象，你们可能是一个 situationship， 是一个先性后爱的一个关系，而导致这个关系没有成功，然后让你有一种失落感、伤心感，然后但是1月的时候，你会从这种伤心的状态平复回来，就不会再太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很有趣的就是你们有抽到这一张 the zero of fox， 我就不讲太清楚，YouTube 会那个。然后呢，就是它比一个粽子嘛，就I don't care， 这是有一种的负愚人的能量。你们1月会重新开始，你们这个重新开始就是说，你们之前太在乎的对象，太在乎感情这件事，你1月会觉得事业我专注事业就好了，我感情 I don't give a fuck 然后但是你还是保有，你们这边有很多玫瑰的形象，真的，所以你们可能很喜欢玫瑰2号牌组的人，或者是你们在别人的眼里，你们是红玫瑰，你们是艳丽、热情、美艳、火热的这种形象。那男生，如果你是男生，你就是有一种性感的感觉。你们可能男生的话，阴性能量可能有点强，就是会让女生觉得想要来接近你，想要来追求你，然后就是美。你就算是男生，你也有这种金星的能量场，很懂得打扮，或者是很有品味，或者是你可能，所以建议大家，因为你们的这些能量牌都有花的能量，所以你们可能可以买一些玫瑰放在家里，所以你们还是会保持这种美艳动人，但是我不甩你，就是我不会再花任何的 energy 能量在不值得的人事物身上。这边这一张13号 The Bottle 奶瓶，13号就是死神的能量啊，所以你们感情也出现了一个重生的能量。你们1月会开始我刚刚有讲，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因为你们可能在谈感情的时候很容易把对方摆在第一位。那1月的时候你就意会过来，这边有很多黄水晶，有没有？所以你们会把专注力放在赚钱，放在成就感上，然后开始发现自己是谁。你们就犹如新生儿，你们对那个背叛你的人说just fuck off I don't give a fuck， 然后重生做自己。然后这个奶瓶就是宇宙给你的一个重生的一个滋养，像是重新 charge 你，有一种怎么说，好像我们上帝点亚当的手指的那种感觉。你终于发现你是谁，然后你充满了一种别人要来追求你的能量。这一张牌呢，同时又再度强调，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有小宝宝，那这个小宝宝的诞生也是给你一个让你充满了爱，所以这个小宝宝等于是你会把专注力都放在这小宝宝身上。你重新对你的认知就是你现在要好好当一个妈妈，然后你对感情就是不会再那么的在意，你的重心你的爱都会关注在这个宝宝身上，让他成长，让他滋养长大。那这边的 Tea Leaf 卡，我们第一张 Rose， Romance is in the air， 所以你们1月就算不太注重感情，但是你们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个让你很有兴趣的人，然后你们两个之间会充满火花，然后会充满那种罗曼蒂克的感觉。第二张 Caterpillar 毛毛虫， Things will not always be this way, a change is coming。 所以不管你们现在是觉得自己卡在哪一种状态，你们不用担心，1月的时候是转变的能量，所以事情是都会改变，然后不会一直一成不变。那因为它旁边出现了一个 broken wishbone 许愿鼓，断掉的许愿鼓，那它的意思是 wish will not be granted。 所以你们如果有想，因为它旁边又出现了 bird perched waiting for news package letter，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等一个人或某一个对象的讯息跟联络，那有可能
你们1月还等不到这个人来的消息，但是放心，就是事情不会永远是这样，他可能1月不会来，不代表永远不会来。那如果这样分开来解释的话，那就是 bird purged， 你们可能真的1月会收到一些消息、包裹或信件，可能是来自任何你现在心里出现的那个人的名字。可能他是 water sign。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天使解答。你们可以心里想一个问题，然后有3张牌来让大家选择。好，这边有3张天使解答卡，我把它放这边，因为中间有被阴影遮住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比较好吗？我再换一个，这样好了。好，大家想一个问题，然后呢，闭上眼睛，静心之后，睁开眼睛看哪一张牌最吸引你，那就是你的解答。我会从左边开始翻牌，我们要开始翻咯。第一个答案是 recovery， 修复、疗愈、恢复。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从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你的天使在你的背后帮助你，他好像有把手放在你的身上，还是那是他的头发。但是你应该，如果你有冥想静心的习惯，你可以从冥想当中感受到你的天使对你的爱，对你的帮助。然后如果你是问财务上的问题的话，你的财务会有所恢复，就是你会重新有进账去弥补掉你之前花出去或者损失的钱。那如果是情感状态的话，你的1月就是会从之前伤心的能量状态疗愈好，恢复你的精气神。好，第二个答案是 abundance， 这就是非常美好，又是一个很丰盛、财务进账很丰满的一个能量场的牌。所以不管你问的是什么，你都是得到一个正向的答案，你都会有很丰盛的收获。这个天使他手上拿的是就是钱币、金币、钻石。那如果是感情的话，可能你的对象也会带给你财运，或者是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基础的人，会让你充分的感受到一种2个一起旺的感觉。那第3个答案是 listen to your intuition， 聆听你的直觉。那你的直觉就是你的指导灵跟天使在跟你说话咯。他的头上有好多蝴蝶，所以你们真的是处在一个转变的一个时期。你们的第3眼直觉力会1月可能会变得比较强。那就你觉得你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你的答案，好吗？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一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呢1月 po 的影片可能都是这样的 setting， 所以之后旅行之后就会恢复像以前一样的 setting。然后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来搜索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最近可能会稍微迟一点啦，大家见谅。然后也有其他不同主题塔罗运势，不定期的塔罗运势也会 po 在我的 Instagram 上，也欢迎大家在上面跟我互动哟。那我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2024年，充满丰盛的1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选择3号牌的朋友，因为目前我正在旅行中，所以读牌的 setting 会不一样，然后可能应该到1月中之后 setting 就会恢复像之前一样。那现在的这些阳光阴影之类的，请大家见谅一下。我们首先会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1月的整体能量如何。首先你们选的是这个咖啡，橘色的咖啡 Dark World Blend， 75% roasting， 比较深比较浓郁的咖啡，75%的 roasting 的烘焙，75%烘焙。这边有一个数字5，嘣嘣。所以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1月有一个改变的能量场，面临转变的能量场。等一下我们会来用塔
塔罗来看一下详细的细节。我首先把这个咖啡杯放这边，如果从你们选的这个咖啡的感觉，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橘色系、土色系、土象色系的服饰、装饰颜色之类的，然后你们喜欢浓郁的巧克力、深色的巧克力、黑巧克力，咖啡你们喜欢比较浓郁的苦涩的。好，这只是一个 side note。那首先我们会从2张神谕卡来看，第一张是 Spade 铲子，第2张是 Entropy 熵。这个字我查了一下，因为我本身不认识这个字，也没有用过这个字，但是 Entropy 是有一种占龙头市场位置的一个含义。这个牌面的骷髅头在我这样看起来，它很像是一个，每一个人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但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讯息，感觉这个骷髅头像是如同山或者是建筑物一样庞大，坐落在水边，这边有很像湖泊还是海洋的一个水边，它的嘴巴里有一条蛇，这只蛇也非常的巨大。我不能说这是死神的能量，但是是有一种，因为加上这个铲子，你们1月会铲除一些事情，连根拔起，你们会做了一个很深沉重要的决定，你们可能会做一些清理，人际关系的清理，家里杂物的清理，有人甚至会搬离出生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所谓的世界就是跟你原来出生地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气候的一个地方去生活、去做事，连根拔起，你把你自己的根拔起。这边另外一个讯息是，有一些人，这是比较像商业的一个，比较跟商业有关的讯息。我这边想到就是有一种，你们是那种龙头企业，就是有很多的分店的那种，然后你们在连根拔起一些比较小型的企业，你们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然后你们可能是比较强劲的那一方，你们可能会用一些手段。这个蛇在这边我感觉是一种舌灿莲花，用说的方式，用说服别人，用一些方法说服别人，用一些技巧去打败你的竞争对手，而这些竞争对手其实本身也不能跟你匹敌，他们其实是算规模比较小的竞争对手，但是你把他们1月的时候会一拔除。那你们第3组的人，我觉得有天蝎座的能量以及土象的能量，我们等一下会再来看有没有对应到。你们比较是那种很有社交手腕，或者是很有规划的我所谓规划的能力，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会运用，会玩游戏，而且不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下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比较是在暗处比较秘密的情况下去执行你的计划，推动一些事情。好，这是你们1月的整体能量。如果这边有符合到，就可以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副牌哟。首先我们要来看你们1月的事业跟学业。好，这边是帮大家抽到的关于你们的事业学业1月的运势。哇哦，好，我想先讲你们的第1张就是圣杯2的正位，这一组人有很强的火象的能量，因为你有抽到权杖国王以及权杖侍者，而且都是正位，所以火象是狮子、牡羊跟射手。但是也可以说，就是你有这3个星座在你的星盘里，如果没有，那就是在1月的时候，事业上你们会运用这种非常火象往前冲的能量去处理你的事业跟你的学业。好，我们讲回来，圣杯的话，那就是水象星座，天蝎、巨蟹以及双鱼。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这张带给我天蝎的能量场。土象的话，这边有土象能量场，对不对？然后这边就出现了钱币4以及
钱币8，你们这边有很多4号的能量，生命灵数1，生命灵数1、2、3、4、5、6会选到这一组哦，还有8。这边有双鱼座的能量也出现了，以及双子座的能量也有出现。好哦，慢慢来讲。你们1月会跟别人结合，可能是跟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签合约，跟一个人合伙开创一个新的生意。因为你们的底牌是权杖侍者的正位，权杖侍者通常是讲因为开创了一个新的开始跟发展，事业上的发展，学业上的发展，你们用这种充满年轻人的活力的方式去进行这项新的事业或计划，你们非常有热情。那也可以说你们第3号牌组的朋友基本上是充满了赤子之心，这跟2号牌组有一点类似，就是你们其实在外表给人家的感觉是一个很稳重、很有领导能力、很懂得策略的一个王者的气息，因为你们抽到权杖国王。但是其实你们内在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个赤子之心就是让你一直往前冲不停歇的一个电池，但是只有在跟你很亲近的人才能看到你这颗赤子之心。而且这个权杖侍者也让我感觉你们应该算是非常有创意的人，就是你们非常懂得想个新的点子去扩展你的事业。那这个圣杯2在这边出现，我觉得1月你们会跟这个人结合，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公司、另外一个品牌，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你认识的人开创事业。这个结合会稳固你的经济基础，会稳固你的生意、你的市场，让你变成这个entropy， 就是有点类似这边让我有个感觉异业结合，你可能是做餐饮，但是你跟一个艺文界的人合作签约，一起成立一个品牌，或者是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比如说 7-Eleven 跟 Hello Kitty 这种异业合作，然后让他们的商品更被大众看见，然后卖得更好。这2组，这边这一组牌就是给我这种感觉。你跟这个人合作跟签合约，就是因为除了稳定你基本的业务之外，还能够扩展，或者是这个人本来是你的竞争者，但是呢，你想了一个很棒的点子，你反过来跟他合作，而让你们2个都有所都可以发展得更好。因为你想要保护你已经原有的基础的收益，所以你选择跟这个人签约，你不想要被他分散掉你的市场，所以你会变成一个市场龙头。第2个是圣杯10的逆位，这边我觉得它的解释牌是宝剑4的正位。我觉得在商场上，在你们事业上，你们会因为要发展要竞争，你没有办法去体会那种，你可能会有圣杯9，虽然这边没有出现，但是我觉得你会至少体验圣杯9。圣杯10是一种家庭稳固、人脉协调，各方面都让你感受到情绪的和谐跟满足，但是它现在是逆位，所以我这边看到一个是说，你们可能因为1月太注重在事业的发展跟竞争力，而让你没有办法去看见你身边关心你的亲朋好友。你可能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被大家爱的人，但是你不愿意去看见，就是这个钱币，对不起，宝剑4的能量你停歇在这边，你没有去注意到你的圣杯10，你的家人对你的关怀，你甚至可能觉得他们很烦，你没有时间去理他们。第2个讯息是说，你可能因为事业上的让你的精力用尽，所以你非常需要休息。所以1月请注意自己的能量状态，可能因为用脑过度，因为要竞争，要想计划，要怎么样去打败你的竞争对手，而让你常常需要有这种休息、独自要独处、要远离爱你的人的一个状态，所以圣杯10是逆位。但这可以说是你需要的，你需要这个独处时间，而远离了爱你的人。最后这一张是权杖国王，权杖国王很棒，就是我觉得来看我的频道的朋友，
你们应该都有相当的人生经验跟年纪，所以常常抽到的牌都是皇后跟国王。所以在你的人生上，对外面面对待人处事的时候，你们都是拿出这种非常成熟稳重有领导能力的姿态。所以在这个事业上，3号牌组旁边，你们1月绝对是那种如同秦始皇或亚历山大大帝是一般的这种帝王般向前冲、囊化扩展疆土的一个气势。你看你的手上的米是会生出枝芽，这边有一个绿色跟一个黄色，又让我重新想起了这个圣杯2的这个异业结合的能量，所以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说。因为你的这种有创意、有勇气，把竞争对手囊括到变成合作对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能力跟气场。你让双方都可以有一个很丰盛的收获，成长出一个新的，我觉得就是你们异业结合之后的这个成果可以永续经营，可以维持10年、20年，甚至到你们的下一代可以承接你们的这个企业的感觉。然后它解释牌是权杖5的正位，所以你们1月会充满了竞争的能量，但是你绝对会打赢，你会赢得胜利，因为你是权杖国王。但是你们1月就是心理准备，你会面对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你们要铲除一些连根拔起嘛，那一定是会有一些对方给予的负面的能量场，那这个是在商场上是很正常的，你们也是有所准备的。底牌权杖侍者正位解释牌是钱币8正位，很棒，就是我连续2组都出现钱币8，所以1月你们感觉很多朋友都是处在这种非常愿意去努力工作、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向上成长、赢得成就的感觉。你们不会去厌烦每天该做的一固定的事项或程序，因为你知道你们这样固定做这些程序，固定去做一些事情，慢慢经营，你绝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所以你们1月也会有很多联系的机会，跟客户联系，跟合作对象联系，或者是研商谈判的机会。这2张卡，一个是 The Moon 月亮，这个是12号的 Breast Pump， 它这边的月亮是6号牌，很有趣。所以5月生、6月生，这边我读到金牛、双子跟巨蟹的能量，就是这3个星座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牌。你们可能会有做满月许愿的仪式，那通常满月许愿仪式是为了要卸除跟清理掉负面能量场。这边有对应到这个铲子这一张牌，都是在讲清理掉不适用于你的人事物，重新把自己的能量清理干净，才能够迎来新的丰盛的能量。所以很多3号牌组的人，你们可能在最近或者是1月，你会更认真去执行这种清理的动作。那你们可能也会需要，因为你们在事业上一直用阳性能量去征战，所以你们可能在晚上，尤其是满月的时候，你们要用吸收这个满月的月光去平衡你的阳性能量。满月月光就是一种阴性的能量场，你们可以做一点祈祷的仪式。你们应该是有在许愿。第3号牌组，你们夜晚的时候可以去滋养你的阴性能量，到早上你的阳性能量才会比较平衡，好吗？然后你的恋人可能是一个你的精神支柱，这是我刚刚听到的另外一个讯息。如果你们有恋人，基本上我觉得3号牌组的人，你们不是那种，你们是很有，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们其实是算有心机的，但是你会把你的心机用在对的地方上。因为出现了很多蛇的这个形象，你们的牌卡也有蝴蝶这边，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聪明，很会，我想要说算计，但是你们算计就是因为你们的聪明才智，很懂得怎么去用一些技巧跟处理方式去赢得胜利。沙漠可能是一个关键，这边有沙漠，这边也感觉后面是沙漠。我连续看到2张牌，让我有沙漠的感觉。所以看有没有人的你们的事业是跟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公国有在合作，如果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说，就是跟沙漠比较干燥的国家有所合作或接触，或者是墨西哥之类的。如果有人有养狗的话，可能狗狗会是你的非常好的伙伴，可以让你舒缓这种在外跟人家竞争的压力。那这一张12号，它虽然是就是挤奶器，但是12号在塔罗里面是吊人牌，所以我觉得你们会1月有一点点忍辱负重。你们就算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你们都会咬着牙给它执行或解决。但是你们可能要小心，你们的能量会被抽干，因为这边是2个挤乳器，就是有妈妈忙成这样，然后忙于工作，还要就是双边一起产出。我要这样怎么形容，讲起来不会很奇怪啊。通常我们是一边取一次嘛，这样轮流取，但是这张牌是2边一起取，就表示你有多忙，你常常要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multitask at the same time， 所以你们要小心你的身体健康，小心不要累倒。所以你们这边会有宝剑4出现，你们绝对要找时间自己督促一下。那我相信爱你的人是会谅解，就是你可能要跟他们沟通，你愿意这样子牺牲奉献，就是知道你会转变，你的牺牲奉献绝对是值得，会让你的事业蜕变成一个明日蝴蝶，而且是很多蝴蝶，大家共荣的一个未来。然后呢，非常 crazy 的地方是，我在抽这2张牌的时候，竟然又跳出这，我是说真的，1月运势3副牌组，我在抽牌都跳出这一张，真的是太神了。所以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都要注意水逆带给你们的影响。有些人我不知道，来看牌的你们应该都有在注意水逆的消息跟影响力，但是如果还是有朋友觉得水逆其实为什么只是一个都市传说那如果你们今天刚好来看这副牌组，那就是你的指导灵要你小心沟通上的不协调、不顺畅跟误会。如果你们是真的事业上是跟别人需要合作、需要签约，你们绝对要在合约处理上再三检视，然后避免沟通误会，因为之后再回来解决会很麻烦。然后如果你们有旅行、有交通往返，就是这些的细节都要注意，去避免一些延迟，好吗？避免误会，避免不必要的争端。这张 someone else 第三者， someone is in the middle, someone is trying to sabotage this。 所以如果这通常是在讲感情，但是在你们的事业prediction 出现，代表说你们这个圣杯2你们在跟人家合作谈签约的过程里面，可能要小心会有别人眼红的人，或者是其他的竞争对手想要抢你这一个合作的对象，或者是有人偷偷在你们之间去想要拆散你们，想要让这个合伙关系不成功，这就是你们自己稍微注意，好吗？感觉你们的1月会非常的紧张刺激，然后压力很大但是你们行的，你们的个性绝对是行的。然后呢，我们的 Tea Leaf 卡 Crib 第一张，婴儿摇篮婴儿床 Birth or conception of a child or enterprise. Wow, see 这边应该讲的不是 baby 了，
你们跟第二组不太一样，第二组是一直出现 baby 的讯息，所以我才会讲说他们可能真的有的人是刚生 baby。但是这边我觉得真的就是讲这个，你们会有一个新的企业的诞生，新的创意跟企业的诞生，我觉得跟这个圣杯2非常的有关，一种跟别人的结合，创造一个新的商品啊之类的，像新的概念。第二个 Dark Woman dealing or relationship with a woman with dark complexion or hair。 诶，我突然说不定有人真的会跟一个有黑发的或者是皮肤黝黑的女人生一个小孩哦，或者是你的合作对象的你的合作对象是一个就是皮肤黝黑或者是头发深色的阴性能量，它不一定是女生，阴性能量强的人，好吗？它也有可能是男生，你们懂我的意思哈。第3张 pin 图钉 new job and career， 这边就是真的很多崭新的能量，你们的底牌是权杖侍者，所以你们真的1月就是在忙于展开这个新的事项跟计划，新的工作，新的事业 pin 图钉。最后一张 owl， 我每次都想讲英语，是猫头鹰。Good advice from a wise person， 你会在1月的时候从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边得到一些很棒的建议。这个猫头鹰你可以看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朋友是这样的，或者是说这个很有智慧的人是这个深色特征的女生，阴性能量，这个人有可能年纪比你大，有一点白发的感觉，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那他给你的建议绝对是跟你的竞争跟事业有关，或者是怎么去处理这个第三方。那有些人我真的觉得 maybe 有少数，我觉得有少数的第3号牌的人，你可能真的会在忙于事业的同时还生了一个小宝宝，所以你会需要双重同时双边挤奶，这样就很累很辛苦，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爱情。好，这是帮大家抽到关于你们1月的感情运势。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第1张是 Justice 的逆位，正义牌的逆位，而这张牌卡的正义牌跟宝剑2一样有2支箭，而同时你们也抽到宝剑2，有没有？还有这张正义牌它是2杯酒的互相，2杯酒的酒互相的交流，所以这边也让我联想到了圣杯2。所以第3副牌组这样整体大概讲起来，就是你们1月会是一个在事业上如王者般非常的有冲劲，开疆拓土发展的一个能量场，但是感情上你们会可能是等于是算经历一个相反的能量场，在感情上你们就没有像在商场上那样的果决果断叱咤风云，你们会多虑，你们会以我这边看起来是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对象，你们会以他为主，然后或者是过去一直以来你都是以他们为主，你在商场上的霸气没有用在你的感情上，你在感情上有一种会付出太多或关注太多，太配合对方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也是你在一直想要连根拔除的其中一个人物，但是你目前都还拔不掉，1月你有可能会需要去拔掉。但是你们很奇妙的是，这一张又出现了，这个帮普挤乳器的牌又出现，跟事业一样，所以你们3号牌组人可能真的有双鱼座在你的星盘里，上升啊、月亮啊，还是太阳在双鱼，或金星在双鱼，然后你们都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因为是你自己愿意的，你选择的，你觉得你选择你就是要负责，你愿意让自己摆在后面，为了大局着想，把自己的需求摆在后面，然后让慢慢的去滋养别人，看事情的发展，让事情发展，甚至但是优点就是说你们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因为
12号这边有那个吊人牌的能量场倒吊过来的人，你看事情的角度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跳出框架思考，反而得到一些解决困难的、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好，感情上我们从第一张正义牌逆位讲，天秤座的能量也出现了，这边还有女祭司，双鱼能量又出现，然后第二张是宝剑5的逆位，所以你们的风象能量也很强。风象就是双子、天秤跟水瓶，我觉得双子能量可能也天秤、双子应该算蛮强的，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有2个6，圣杯6以及宝剑6，而且很多宝剑牌，代表的是你们有很多风象在你的星盘，或者是在1月的时候感情方面会让你用很多脑力。然后66可能是某一些朋友你们的关键数字，生命灵数6，或者是66号生，6月生，某月6号生，5月6号生，2月6号生，11月21号生，9月2号生，大家自行对应。然后你们世界牌出现2次，这一张解释世界牌逆位，然后这一张神谕卡也是21号，它虽然叫 The Cheese Fries， 就是起司薯条，但是它21号跟这个一样是世界牌的意思。21号让我想到加起来是3，所以3也是一个 expansion， 是一个并且代表皇后的一个数字，所以你们其实是你们有那种国王皇后的气质跟气息，很尊贵，所以在这种很尊贵的状态下，很容易会被人家误会，有的时候在感情上比较没有办法像在事业上那么的有那么的好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意思。第一张正义逆位代表的是1月你们的感情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正义，有一些人可能是离婚，那这一个讯息跟第二组有相同，但是3号牌组你们的离婚的讯息比较弱一点，所以不是就是这只是小部分的朋友可能会经历离婚或者是分手的能量。那大部分的朋友你们只是在1月还是处在这个在感情中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为你并不想结束这段关系，就算他再不健康对你再不好你都不想结束，因为世界牌的逆位是一个不愿意 close off the cycle， 就是世界它本来是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但是逆位就是代表说一件事情尚未结束。某些人你们的我生命灵数刚刚应该有讲过了，某些人你可能跟这个人差3岁，在一起3个月，有的差4岁5岁，大概3至5岁左右。然后1月你们的争执，你跟我现在是得到的讯息比较像是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管是你们在交往还是只是一个暧昧或者还没有正式交往的关系，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一直处在常常会有争执，就是宝剑5的能量。那到1月的时候你有一种不想再争了，或者是因为你常常在你跟这个对象的争端里面你都会输，因为你会妥协，你会让步。他的解释牌圣杯6的逆位就是代表的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没有觉得你被照顾到，你可能一开始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合得来，很喜欢，自然而然就处得来聊得来，很喜欢他，感觉好像前世就认识了。但是到1月你会发现这种圣杯6的能量居然是变成逆位，也就是说对跟你以前的认知好像不一样，这个人对待你的态度并没有让你感觉到你被照顾到，或者是你没有感觉到他在乎你，所以在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斗争，因为其实在感情里也是算一种争斗嘛，所以你是处在比较劣势的一个状态。然后女祭司逆位，也就是代表她的女祭司下面解释牌是宝剑6正位，我觉得很妙，就是你们应该是女祭司，你们的直觉很强，因为你们事业受到权杖国王，权杖国王也是一个很会用直觉的一个人物，所以你们应该是属于那种，我们刚刚有看到另外一张牌是代表你们会做仪式，什么
满月显化仪式，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仪式，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种女祭司的这种能量场。你们会听直觉形式，然后这张宝剑六的正位很妙的是说，我本来一看感觉是在夕阳下野餐，也有可能有的人1月会在夕阳下跟某个对象野餐，但是呢，这其实仔细看，它是一个仪式，它有3支蜡烛，3又出现了，所以3对3号3，因为21加起来是3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公定的数字，生命灵数3，生命灵数5，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这2个生命灵数，或者是你认识的这个对象是这2个生命灵数，然后这边是一个显化的仪式，或者是一个可能是 cut tie， 或者是希望跟这个人有所转化，关系有所转化，或者是让你的情感变得更顺畅，走得更顺畅的一个仪式。那这样的感觉是说，因为你为了希望显化你的关系可以更顺畅，你在1月的时候会压抑你这种女祭司的气质。通常女祭司的个性气质就是比较内敛，比较猜不透，有点像圣女的感觉，让人家无法接近，比较冰山美人、冰山美男。但是1月你们会为了要改变这个情况，反而把自己弄得比较外向、外放跟热情，因为你想显化你的感情成功，等于有一点为了感情改变自己的感觉，然后不听就阻断了自己的直觉，不想聆听自己的直觉，你只想要用在3力世界用行动去处理你的情感关系，跟自己的指导灵有点失去连接，因为你只想要情况变得更好，你想要度过这种，不想要再有这种伤心的感觉。底牌是权杖9逆位，权杖9逆位有一种放弃，无法再争斗下去，无法再保持自己的界限。解释牌是宝剑2的正位，又是宝剑，就是我刚刚有讲，你们两个都是有这种宝剑无法抉择的能量。你们有一种停滞，没有办法决定要走还是要留。因为我觉得你就针对有一个对象的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有一种不平等，某一个关注对方太多，然后导致你的精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事业也很忙，你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一段连结，然后你因为没有能力或精力再去思考，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就照着你的意思走啦，然后有一种没有办法把劣势，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那个有优势的人，然后呢又舍不得放掉这个对象，所以就会变成宝剑2卡在那里，然后不争斗，然后让对方一直踩自己的线。那这边我刚刚有讲了，你们又抽到同样的帮谱，所以你又是一种太过度付出，太牺牲奉献，然后在感情里面就是停在那边，因为你不愿意做出一个像在事业上那么有气势的决断，说走就走，所以就会变成让事情没有进展，因为那个人会一直用他这种，就是有点欺负你了，因为觉得你的界限都被我踩破了嘛，你又那么将就，所以这样在你的1月感情运势会让你非常的累，抽干你的精力。那你同时事业跟这边都抽到同一张牌，也代表的是你真的1月会感情事业两边忙，然后你真的需要休息。再度提醒3号牌组需要找时间独处休息。1月12号可能是一个关键，或12月的时候是一个关键。12月某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你处在这种感情停滞，然后牺牲奉献的这种能量场。这个的 cheese fries， 我觉得 cheese fries 是一个很好吃、很油腻、很不健康但很 delicious 的东西。我觉得你的目前还执着的这段关系就是这种能量场，就是可能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让你觉得很好吃，他可能真的很美很帅，会让你有满足感，食欲上的满足感，所以眼睛上的满足感，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可能很美很帅，你才放弃不了，因为这边有个眼睛。然后这种食欲上、这种口欲上的满足感，让我觉得下面你又抽到 intimacy 这种亲密关系，所以你们的
亲密关系上应该是还蛮火辣跟火热，跟有这种很浓郁很 juicy 一种 steamy 的热气，一种潮湿的热气，黏黏腻腻的感觉大家知道我意思，所以让你放不掉，因为他又美或又帅，然后又你们俩一亲密接触就是很让人难以忘怀，很能满足双方的欲望的这种感觉。但是同时第二个讯息就是这一段关系也是非常的 cheesy， 就是一种大家会觉得你的事业怎么那么厉害，但是却败在这种很 cheesy 的一个 connection 里面，这种9点档8点档剧情，就是其实早该分了之类的。然后我也觉得这种黏腻的感觉也代表着这种藕断丝连。有些人是藕断丝连，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可能已经你的朋友都觉得应该分了，分干净了，但是还分不起来，还没有办法真的分开。而且我觉得你对为了这段关系应该有哭泣，因为他虽然这边是起司，但是我感觉到哭泣的能量。 intimacy 1月你跟这个人可能还是会有亲密关系的接触，或者是说会很想念跟这个人之前的亲密关系的回忆。然后这边有一张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它下面写说 A lost loved one watches over you， 一个失去的爱你的人正在关照着你，关注着你，保护着你，你的守护天使。所以这张卡通一般来说是代表着你的亲人或你很亲密的朋友或爱人，他们之前他们是不在这世界上，但是他们还在保护着你，他们是你的守护天使，他们在保护着你不要在这段关系里受到伤害。但是这一章我刚刚听到第二个讯息是说，这个 lost loved one 可能不是指说他已经不在这世界上，可能只是你们分开了，没有联系了的一个人，他其实还很关注你，好吗？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而且现在又是水。我们来看 Tea Leaf 卡， Tea Leaf 卡就比较 Tea Leaf 卡，你们1月感情能量就是一个很铿锵我应该怎么形容？我先讲解完再形容。 Feather 羽毛是很软很柔的东西，对不对？它下面写说 Someone you know is undependable and insincere， 你们认识的某个人不可靠以及不真诚。基本上我觉得是指的就是你现在心里想你离不开的这个人，他是这个不可靠跟不真诚的，如羽毛一般捉摸不定，一下就飞走，他可能忽冷忽热，然后突然来找你，然后你握了他没几分钟就吹走了，他就不见了。第二张 Turkey 火鸡， Someone is behaving stupidly， 有人的行为非常的愚笨。这个有2个讯息，第一个是你想的这个人他的行为非常的愚笨，因为他处理感情的方式可能很不成熟，或者是很固执，坚持己见，因为火鸡肉很硬然后皮又很老，很多皱纹，所以他们可能就算他不是年纪很大，或者是长得很老，他可能年纪真的比你大，要么就是他就是有这种像老人那种固执不愿意改变那种臭脾气。那这张第2个讯息就是你可能会为了这个人，他明明就不可靠，你都知道，但是你还一直跟他有牵扯，这就是一个愚笨的行为。第3张 Desk 书桌，又是羽毛，你们这组感情上羽毛是一个关键。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k， 第一个讯息是小心不要因为这段连接让你分心，然后让你没有办法专心在你的工作上。第2个讯息就是你只要专注在你的工作就好，不要太放心思在这个人或者是谈恋爱上面，整体来说。第3张 Club， Club 是那种叫什么棒子， Someone will try to make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your will， 有一个人会试着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我怎么觉得还是你想的这个人我觉得你这边第一个能量场是因为你都是一直很配合他，所以他知道你可能就是对他比较在乎，那他可能会要求你去做他想做的事，要求你配合他想要的感情模式之类的。那这个 club
我第二个讯息就是少数朋友大概注意一下，如果你们有去 club 去跳舞去夜生活的，请你们注意不要被有心人士不孝人士胁迫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个权杖让我想到权杖一，权杖一就是类似亲密关系一夜情的牌，所以你懂我的意思，我就不讲太清楚了。你们如果去夜生活，请小心自身安全，好吗？然后这个 feather 跟 turkey 让我想到你们认识的这个人，这个愚笨固执或者是这个不可靠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是 F 或者是 T 开头，大家可以对应，如果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说。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就是那种事业上，因为你们就是很聪明很强，你们就是王者，什么秦始皇，我刚刚讲过亚历山大那种，但是感情上就会变得比较油腻，变得比较狗狗滴，变得比较没有办法很干脆，因为你们重感情，好吗？所以这张如果这样讲起来，这张卡除了你要清理人际关系或者是家里的废物之外，清理自己的能量场，也要小心舌灿莲花的人，小心口蜜腹剑的人，小心只会说但不会做的人 OK。 然后我们最后请天使给3个解答，你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刚补充一下哈，这边的这两张我发现你们刚刚可能都没有看见这两张 Tea Leaf 卡，有羽毛又有火鸡，所以很有可能你对付的这个人是属鸡。我们12生肖里还有哪一个生肖是有羽毛的吗？好，就是他可能属鸡或者是鸡的上下，猴鸡狗可能是猴鸡狗，然后或者是猴鸡狗的3合。你们是不是刚刚都没看到啊？我们这边重复给你们看一下 Desk Club OK。好像可能没看到 So sorry。 对啊，因为这个 setting 是硬找出来的。Guardian Angel 这样看得见吗？好，请大家忍耐一下1月中之后就会恢复正常。好，这边有3张解答牌，大家可以暂停影片静心想你的问题，睁开眼睛后看哪一个牌是最有感觉的。那我们就要来翻牌咯，我会从左边开始。第一个解答 Romance 罗曼史浪漫。这边有圣杯2的感觉，你们1月真的很有圣杯2的能量，就是跟人结合或者是情感关系上，就是一个你真的觉得很有感觉很有火花的人，但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圣杯2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你们1月的主要能量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问的这个问题它的答案就是一种火花诞生恋爱的感觉的一种 feel。 你看这是有2个人结合产生火花的一个感觉。好，第二个解答 Success 成功。你们的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能量其实真的很强。不管你问的是什么，都是一个成功正向的解答，会成功的，迎向成功，迎向光明。第3个解答 Be assertive 要确认，要坚持 Be assertive。 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没有问题啊，你们本来就是王者气息，要坚持，要把握好你的原则，不要随便退让，好吗？ Be assertive。 所以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 Be assertive， 不要被影响，不要人家说一说好吧，那就照你的意思做。那我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呢，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分享按赞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以及也会帮助这支影片推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运势。现在旅行可能每周运势会稍微晚一点，但是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去 po 每周运势以及不定期的不同主题塔罗运势，以及欢迎大家在我的 Instagram 上留言跟我互动哟，我很开心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尽可能都会回复哟。然后，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2024新年。1月的能量就这么强，你们要在感情方面要拿出你们那种气势来，因为有些对象就是你有气势，他才不会欺负你。好，这只是对特定的朋友讲的话。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读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